我只是去厕所泡个茶的功夫，宝贝女儿就偷摸将我的机甲给开走了。慢悠悠浪了一大圈后，终于是没电了，还摔到了山沟沟里面。眼看机甲彻底动不了，小家伙干脆在驾驶舱睡着了，却不知外面已经天翻地覆。很快，一夜时间过去，司令沈振国和丁建华教授试过各种爆破手段后，竟无法在机甲上留下半点痕迹。这他喵的根本打不开驾驶舱！无奈之下，只能赶紧寻找机甲的制造者。于是，沈振国的死命令第一时间便传到了当地警方。值班民警立即出警，正好在路上遇见正在找女儿的我，当即询问民警有没有看到过一个18米高的机甲。民警林叔一听，眼神立马变得犀利，试探着问是不是我制造的机甲。闻言我就知道，警察现在肯定是掌握了情况。我赶紧问道：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接到过报案？有人见过那台机甲吗？我也怕警察不带我过去。不等他们回答，就急切地补充道：那台机甲的维生系统只能维持6小时左右，从昨晚算起到现在已经快到极限了，请一定尽快带我过去。听我这么说，警察也不敢怠慢。你跟我们来。我们坐上警车，一路飞驰，看着警车越跑越偏，我才知道这熊孩子竟然跑了这么远。当看到半瘫在垮塌山体上的巨大机甲时，我只觉得天灵盖都凉了。这可是今天就要交货的甲方爸爸的大单子。车刚停稳，我推开车门就往机甲的方向冲，却被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当场拦下。退后，这里是军事禁区。随行的民警林叔吓了一跳，赶紧追上来大喊：别开枪！他是机甲的制造者，救人要紧。这边的骚动自然引起了沈振国司令员和丁建华院士的注意。看到我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邋遢的像个流浪汉，丁建华压根没敢往总工程师那方面想。林叔冲着沈振国立正敬礼。正当沈振国想盘问我身份时，我根本没空搭理这帮大人物，我直接从丁建华身边如泥鳅般钻了过去，一路小跑奔向机甲。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熟练地爬上机甲，侧腰扣开一块隐蔽的装甲暗格。看到键盘灯还亮着，我长舒一口气，快速输入指令，伴随着沉闷的液压声，机甲厚重的胸部装甲缓缓展开，露出了里面的驾驶舱。我探头进去一看，顿时血压飙升。阿尼亚小朋友不仅毫发无损，甚至因为哭累了，正四仰八叉的睡得喷香。我实在是没忍住，拎起这漏风的小棉袄，啪啪2下就在他的屁股上盖了章。本来还想再教育2句，但此时的丁建华院士扑了上来，一把拉住我，激动的胡子都在抖。小伙子，来，快跟我说说，你是出于什么战略目的造这台机甲的？是反导防御还是外星探索？我一脸懵逼，啥战略目的？这是我答应我们街道办搞科幻周活动做的宣传道具。他们说了，只要做出来就给我10万块尾款。这下连一向沉稳的沈振国司令都破防了。多少？你是说这么大一台18米高的巨型机甲，人家给你10万块，你就给人搓出来了？沈振国看着这钢铁巨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这机甲光自重就有20来吨吧？现在的钢架都1000多1吨，你这连买废铁的成本都收不回啊！丁建华也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我是开过废品站调研，这要是卖废铁，成本大概400多1吨，怎么算我都还能赚个万把块差价。周围的一众技术军官目瞪口呆，头一次听说搞这种尖端国防科技，居然是为了赚个白菜价。丁建华觉得 CPU 有点烧，但他毕竟是顶级科学家，瞬间抓住了盲点。你们街道办为什么要让你造大型机甲，而不是弄个普通的水泥雕塑？这一瞬间，沈振国敏锐地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街道办主任利用天台经济困难，诱导开发新型兵器，这他喵的绝壁是境外间谍的套路啊！沈振国眼神一冷，本着宁可杀错，绝不放过的原则，悄悄对机要秘书做了个抓人的手势。可我却是越说越来气。那个老邓临走之前随口说了句：“这玩意儿要是能动就好了。”你说气人不？他知不知道让人形机器人动起来，涉及到多复杂的动力学？所以我一气之下，从神经传导系统到液压骨骼，全都重新设计了一遍。我说的兴致勃勃，但在丁建华和沈振国听来，这简直是惊雷滚滚。又要大型机器人，还要能动实锤的，这个街道办主任绝对是潜伏极深的敌特分子。此时丁建华像个求知若渴的学生，凑到我身边。那个林凡，我就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用钢铁制作，却让如此大体积的机甲只有20吨重？这个简单啊，我指了指机甲外壳，制造碳纤维吧。我把碳原子和铁原子进行了分子层面的重组，排列成类似碳12的蜂窝结构做出来的复合装甲钢，兼顾轻量化与强度，机操物溜。丁建华差点给跪了。真是天才般的想法。那你给他装翅膀是想让他飞吗？飞不了一点，单纯为了帅。我摆摆手，打破了老专家的幻想。那喷口就是个摆设，除非上核动力引擎，否则现在的电池技术根本带不动这玩意儿，也就搞基建。打仗那是活靶子。两人越聊越投机。丁建华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工体系。就在这时，那个倒霉的间谍街道办主任赵德柱被特种兵架着拖了过来。赵德柱人都是懵的，还在家睡觉呢，眼一黑就被套上麻袋带来了。头套一摘，
一脸惊恐。小林，你这就不地道了。赵德柱看见我，以为是我搞绑架。我是看你带孩子困难才给你介绍，你不能恩将仇报啊！你要多少钱，我给还不行吗？沈振国虎着脸走过去，杀气腾腾。少废话，老实交代，你的上线是谁？为什么指使林凡制造重型战争兵器？赵德柱吓得当场跪了。冤枉首长，我就是个街道办主任，我就想着科幻周弄个大机器人，气派点儿。我是听说他是8级焊工才找的他，谁知道他真能搓个高达出来啊！赵德柱一边磕头一边哭，直到看见身后那台巍峨的机甲，吓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抽过去。丁建华在旁边听乐了。所以这真是个乌龙，他随口一说能动就好，你就真给造出来了。我尴尬的挠挠头，对呀，我是手艺人，不能砸招牌啊。丁建华欣慰的大笑起来。好啊，这乌龙好啊！要不是这乌龙，国家上哪儿去找你这种野生天才？小林，这机甲我们研究所买了怎么样？那不行，我居然一口回绝。做人得讲诚信，我答应赵主任拿去做科幻周宣传了。沈振国人都傻了。不是你拿着这种大杀器去给街道办站岗？我觉得林凡说的对。丁建华却意味深长的笑了。老沈，这么高科技的东西真拿出去展览，谁会相信是真的？正好掩人耳目。沈振国秒懂，立刻转头看向赵德柱。这台机甲归属权我们要了，展览照旧，但你给我签个保密协议，烂在肚子里。赵德柱哪敢说个不字，头点得像捣蒜。就在这时，我突然一声惨叫，所有人心里一紧，难道机甲要自爆？我看着电子表一脸绝望，都快9点了，阿尼亚还要上幼儿园，这下全勤小红花没了。沈振国觉得牙帮子生疼，堂堂国宝级专家居然在纠结幼儿园迟到。沈振国无奈地挥挥手，开警车拉警笛，送孩子去上学，给园长打电话，就说这是执行国家机密任务，迟到的晚上记得把林凡接回来。看着警车远去，沈振国收起笑容，神色凝重地掏出加密卫星电话。喂，我是沈振国，立刻给我接国防部，我有特级机密要汇报。沈振国前脚刚走，腾出的地立马被丁建华占了。小林啊，有没有兴趣来研究所？你这身才华窝在废品站，那是暴殄天物啊！我挠挠头，实话实说，这站是我盘下来过日子的，我们爷俩总得有个窝，全靠这个活命啊！丁建华眉头一皱，技术这么硬，之前没找过工作啊？别提了，之前干过厂里的焊工，后来为了孩子上学买房，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可不提了，这事不光彩。丁建华也是人精，见我有难言之隐，也就没刨根问底。那你有啥想法？真不来所里啊？我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抱歉，我不去。去研究所待遇肯定好，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系统解锁科技得烧钱，靠死工资哪年哪月是个头。就算有经费，我要是一口气砸进去，还得费劲解释资金去向，怎么算都是麻烦大于收益。理由呢？丁建华不死心，一脸惋惜。我野路子出身，没学历没背景，搞科研全凭实力，但搞人际关系我是真废，总不能进所里当哑巴吧？还是一个人单干自在。不过咱可以合作，我有钱了，打算开个科技公司，你有好项目尽管委托我。丁建华叹了口气，也知道搞技术的多少有点怪癖，既然我话没说死，他也就顺坡下驴了。最后拍板，研究所出2个亿买下这台机甲，租给科幻宣传周成场面。2个亿听着吓人，其实也就买架主力战机的钱，但我这机甲的技术含量那是吊打全球任何战机。研究所这波属于赚翻了，看着账户里那2个亿，我乐得嘴都咧到了根子。另一头去幼儿园的路上，林建军充当司机，自家闺女在后座陪着阿尼亚。老林心里此刻正翻江倒海，他认出了沈振国肩上的明晃晃的3颗星星，这种通天的大佬都围着那小丫头的爹转，足以证明那收废品的年轻人绝不是凡夫俗子。那个阿尼亚，你爸干啥的？你妈呢？林建军也是嘴皮子利索，忍不住想套套这小丫头的。我爸爸是开废品收购站的，街坊邻居都说我爸爸好，但也有人说他傻，不会挣钱。我妈妈的话，奶奶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眼看小姑娘情绪不对，林叔瞪了亲爹一眼，赶紧掏糖哄阿尼亚。不哭不哭，饿不饿？姐姐带你去吃早饭，然后再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谁知阿尼亚眼睛突然一亮，盯着林叔放光。姐姐，你是警察，又长这么好看，要不你给我当新妈妈吧？林叔瞬间石化，整个人都麻了。前面的林建军刚想看笑话，一琢磨这是自家闺女，脸顿时就绿了。不是，姐姐才20多岁，你爸多大年纪了？老林赶紧打岔，我爸爸也才20多呀。姐姐，你看我爸又高又帅，除了穷点没其他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你要是嫁给我爸，白捡这么大一闺女，多划算，考虑一下呗。阿尼亚那小眼神炯炯有神，为了推销亲爹也是拼了老命。那个，咱聊点别的。
林叔尴尬的脚趾抠地。对了，阿尼亚，你生日什么时候？想要什么礼物？姐姐送你。7月3号。阿尼亚刚才的高昂情绪突然断崖式下跌，小心翼翼的低声说：“如果可以，阿尼亚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妈妈。为什么呀？”林叔心头一紧。爸爸说过，如果有新妈妈，新妈妈一定会很爱我。姐姐，我觉得你很好，你可以当阿尼亚的新妈妈吗？看着阿尼亚那渴望的小眼神，林叔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撞了一下。谁说孩子小不懂事？他只是把心事藏起来，不想让爸爸担心。林叔一把抱住小丫头，没说话，眼眶瞬间红了。开车的林建军偷偷抹了把眼泪，强笑着说：“阿尼亚，爷爷做主，以后你就是姐姐的干女儿，以后管我叫外公。谁敢在学校欺负你，直接来荣昌街派出所找我们，我看谁敢动你。”那姐姐能当我的新妈妈了吗？小丫头锲而不舍。这个也不是不行，以后让你爸跟姐姐多接触接触，万一呢？哈哈哈哈哈！林建军笑了笑，心里却在骂娘。哪来的野猪，想拱我家白菜？但看着这萌乎乎的小丫头，他是真狠不下心打破她的幻想。两人一路逗着阿尼亚吃完早饭，送到幼儿园，快10点了，刚把孩子交给老师，分局局长池铁军的夺命连环 call 就来了。林建军纳闷儿，这老战友这时候找自己干嘛？老林，立刻回来，有任务啊！对了，你闺女在旁边吧？池铁军语气急促，这几天给你闺女批假，啥也不用干，就陪着那个小丫头。林建军火了，几个意思？池铁军，哼，你个狗东西，拿我闺女当保姆使唤！哎呀，一时半会说不清，赶紧回来，我再跟你掰扯。池铁军焦头烂额，让你闺女就在幼儿园门口守着，哪也别去。林建军虽然一头雾水，但也知道老战友的性格，于是他让闺女守好大门，一脚油门杀回所里。回到所里一看，整个分局乱成了一锅粥。池铁军一把拽住林建军，老林，赶紧收拾东西，把你闺女那份也收拾了。不是咋的？鬼子打进来了，收拾东西干啥？林建军懵逼了，池铁军踹了他一脚。上头死命令，3天内全所搬家。搬家拆迁啊？不是，公安部直接下令让咱们搬到这。池铁军一脸苦闷，拿出个地址，要么搬，要么从上到下全撸了。林建军凑过去一看，傻眼了，这地儿不就是那个废品收购站吗？他眯眼一琢磨，全是安置房，平时出警率最高的地界。再联想到早上的上将机甲保密协议，林建军瞬间悟了。这地儿有说法啊？林建军没敢细说，但他猜到了公安部的意图，这是让我们整个警局搬过去，给那父女俩当24小时贴身保镖。视线切回南部山区，充电结束，好快，5分26秒。小林，你这电吃什么？丁建华看着手表，乐得合不拢嘴。国家在燃油车上吃了亏，现在想搞新能源又被卡脖子，这电池技术简直就是送上门的救命稻草。丁建华看着那蓝白色的机甲，眼里全是星星。我能进驾驶舱看看吗？我淡淡的回答道：“随便看。”钻进全景球形驾驶舱，丁建华下巴都快掉地上。空间大就算了，关键是那个驾驶座竟然是悬浮的，这是座舱悬浮系统，靠光电感应传导信号，比线路传输损耗更小。我看着他发呆，随口解释：光电感应不怕磁场干扰，所以座舱是超导体做的。超导体，常温超导，你小子突破常温超导了！丁建华尖叫出声，声音都劈叉了。啊，对，我有这技术，不搞反应堆是因为没钱没材料，不然谁不想弄我摊摊手？丁建华彻底服了，非要看我的工作间，想知道我在什么神仙环境里搞出的这些黑科技。我也没拒绝带他直奔废品站。一进院子，丁建华看着满地生锈的破铜烂铁和扑鼻而来的腐臭味，表情那叫一个精彩。他怎么也联想不到，那台跨时代的机甲就是从这垃圾堆里爬出来的。乱是乱了点，您这边请。我尴尬一笑，把他领进组装车间。门一推开，丁建华瞳孔又是一震。虽然比不上研究所的无尘车间，但这跟外面的垃圾堆简直是两个世界。特别是那几台造型古怪的机器，连他这个大拿都看不懂原理。这个是啥？我自己搓的第1代量子压缩机，用来压缩金属离子。平时我就拿它打包金属废料卖钱。你拿这玩意儿打包废品？丁建华心都在滴血，这不正好吗？引力配合磁力压缩，纳米材质，还有自清洁油污都沾不上，好用的很。丁建华听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外星人。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在这破破烂烂的废品站里，居然藏着个能改变世界的大神。这种人关在研究所里确实是屈才，让他自由折腾，或许才是最好的安排。你之前说想办企业，来，详细说说。就在丁建华参观我的工作间的同时，另一头的幼儿园里却炸了锅。阿尼亚刚跟门口的林叔挥手道别，一进班级队伍，一群小屁孩就围了上来。阿尼亚，门口那个漂亮姐姐是你妈妈吗？阿尼亚上了3年学，没人见过她妈。老师们虽然刻意保护，但这群孩子嘴碎得很，甚至有传言说我是被富婆包养的小白领。阿尼亚是私生子。今天林叔穿着警服往那儿一站，冲击力太大，跟阿尼亚最好的贺朵朵像是护崽的小鸡挡在前面。关你们屁事！
是不是妈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阿尼亚，你说是不是？可阿尼亚今天心情好，腰杆子也硬了，当即点头承认。没错，那个漂亮姐姐就是阿尼亚的新妈妈，我也是有妈妈的孩子了。其实我不是没想过给阿尼亚找个妈，但我带着拖油瓶，又开着不体面的废品站，相亲的姑娘一听条件，跑得比兔子还快，这是成了阿尼亚的心病，也没少因为这个被嘲笑。在阿尼亚心里，妈妈是个神圣的职位，只要有了，那就是最亲的人。吹牛，那么好看的姐姐，怎么可能是你妈？是的话，早来开家长会了。一道刺耳的声音插了进来，季伯段，你又找茬？贺朵朵叉着腰怒瞪他。阿尼亚没吹牛，她早上刚答应做我妈妈的。阿尼亚急得小脸通红，季伯段一听乐哈哈的。早上才答应，那是后妈，笨蛋！妈妈是陪你长大的，后来的都是恶毒婆娘，到时候再生个弟弟。你骗人！阿尼亚也是有妈妈的孩子。阿尼亚眼里的泪水在打转，嘴巴瘪了起来。有，要哭了，就是因为你爱哭，你妈才不要你了。哈！那一瞬间，贺朵朵分明看到阿尼亚的眼底有什么紧绷的东西断了。老师和保育员吓得魂飞魄散，蹲在幼儿园门口。林叔刚买了瓶汽水解渴，因为警局搬家，老爹让他这2天死盯着阿尼亚。虽不知原因，但他也没敢怠慢，刚喝2口，就见到老师满头大汗的跑出来，像是在找人。看见林叔那身警服，老师眼睛一亮，哆哆嗦嗦的跑过来，把事一说，啪嗒，林叔手里的汽水砸在地上，汽水四溅，出大事了。视线切回南部山区的工作间，我和丁建华本来是在聊企业规划，结果聊着聊着，2理工男的职业病犯了，话题直接飙到了国防科技上。丁建华看我就像看个哆啦 A 梦，恨不得把我脑子里的货全掏空。他甚至让人现在就开始分析机甲系统。小林啊，不瞒你说，咱们国家战机这块还是短板，你觉得咱们该往哪方面发力？飞控发动机还是气动布局？丁建华一脸虚心求教，西方4代机满天飞，咱们还在玩2代机，真打起来得拿命去填，这谁能忍？老爷子，既然您不拿我当外人，我也给您透个底。我穿越前那是啥年代？那是歼20满天飞的时代，这会儿全世界还停留在20世纪末，我不知道方向，只有齐头并进才能弯道超车。我咧嘴一笑，转身从废纸堆里翻出一张闲来无事画的图纸，不是别的，正是威龙歼20的。这丁建华只看了一眼，脑瓜子就嗡的一声。完美的气动布局，充满科幻感的 DSM 进气道，还有旁边标注的那些惊人数据，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玩意儿要是造出来，绝对能把那些西方列强吓尿裤子。其实我手里还有歼36的图纸，但我没拿出来，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国家现在的工业基础还造不出6代机，得循序渐进。既然那台高达我都能让它力大专飞，拆分出来的技术造个战斗机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小林，这图纸卖给我们研究所吧，多少钱你说？丁建华激动的手都在抖。之前那台机甲2个亿简直是白送，那是用来做逆向研究的，但眼前这图纸是立马能投产形成战斗力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没等我想好怎么报价，肚子先抗议了。丁建华老脸一红，他的肚子也跟着叫唤起来。他凌晨就被拉起来，到现在也是滴水未进。哈哈，饿了，走，我也没吃，就在你家凑合一口。丁建华也不见外，我点点头，领着他往更里面的隔间走。不是去家里吗？怎么往里走？丁建华一愣，我家就是这。推开那扇满是油污的小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丁建华傻眼了，这哪是家啊，就是个堆杂物的储物间，一张简易床，一张瘸腿桌子，连个窗户都没有，光线全靠外面的车间透进来。很难想象，那张可能改变大夏国运的图纸，就是在这张油腻腻的桌子上画出来的。小林，你就住这儿啊？老爷子声音都颤了。是的，刚结婚时买了房，后来老婆嫌房贷压力大跟人跑，我一个人还不上贷，房子被银行收走，剩下的钱就租了这个废厂房，改成这样勉强过活。我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丁建华听得心里发酸。那工作呢？之前在国企当8级焊工，因为离婚闹得鸡飞狗跳，加上房子断供成了老赖，厂里说我破坏国企形象，把我辞了。我挠挠头，有些自嘲。胡闹！丁建华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8级焊工那是宝贝疙瘩，怎么可能因为这点破事就开除？哪怕是个瞎子也能看出这里面的猫腻，肯定是有人想腾笼换鸟，借题发挥，把岗位顶了。这就是典型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丁建华刚想细问这里面的猫腻，是打算给我讨个公道。我兜里的老诺基亚突然响了起来，接起电话那一刻，我脸色瞬间变了。挂断电话之后，我当即便要往场外走。老爷子，我女儿在幼儿园受伤了，这回在医院，您自己先四处随便看看，我回头跟您继续聊。一边说着，我一边头也不回地跑了。丁建华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警卫员，看着我干啥？追上去开车送送啊！沈振国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我的重要性，
所以不动声色的给我也安排了一个警卫员，但名义上却是丁建华的警卫员，实际上丁建华自己身边也有保镖随行，不过跟军区安排的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属于国安部门，他们是负责暗中保障丁建华的人身安全。安保登记比起一个单一警卫员只高不低，只是眼前的这个警卫员显然刚参加工作不久，没啥眼力见，见自己的保护目标都跑了，还要人提醒才反应过来，随即他便赶紧追了上去。很快外面的车子引擎声响起，越来越远。丁建华想了想，打了个电话，让自家亲孙女丁淑然给自己送了点饺子过来，顺便再买点菜，就在这儿做点，等我带着女儿回来之后再一起吃顿饭。等着自家孙女的过程中，老爷子百无聊赖就在工作间里来回走动了起来。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被那堆随意堆成一堆的设计图吸引了过去，他本来也没好意思动，但一想到我临走前说让自己随便看，那他也就不客气了。他是真的好奇我这里还有多少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到时候一起打包卖给自己也更好谈价。当他翻到了一张外形酷似枫叶的战机之时，一连串的问号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设计图他倒是能看出是战机，但是我既没有画出攻击步骤，也没有画出喷口，甚至没有画垂尾，这就让他一时有些无法确定这架飞机的用途。但他作为研究所所长，有着相当过硬的知识储备，单从这架飞机的尺寸和气动布局，丁建华就能看出这款飞机的技术含量甚至比之前我拿给他看的歼20设计图还高。好小子，藏私是吧？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将这款设计图给他看了？原因很简单，国家现在的配套跟不上，但臆造一架跨时代战机不难，难道是量产式形成战斗力？这么一想，我拿给他的那幅设计图确实就是最优解。有想法，有大局观，这个小伙子确实不一般。他又在这堆设计图里掏了半天，后面拿出来的每一张都让他眼前一亮，不少东西甚至还要他琢磨一会儿才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感叹我确实是天才，后面看的这些设计图简直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在看科幻作品概念图似的。想到这里，丁建华忍不住直接拨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往国务处去的。研究所属于军工单位，隶属于中航集团，而中航集团则是国资控股，由国务处直接管辖的。当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之后，丁建华郑重其事的汇报：总理，我有要事想汇报给0号。挂断电话之后，丁建华长舒了一口气。电话拨出去之后，他又有点后悔自己的鲁莽，毕竟那可是掌管了这个国家的人，自己只是因为一些猜测就去打扰那位老人，多少有点懵啊。但结果是好的。林浩在得知了一切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一定要安抚好林凡同志。这句话能品出来的东西可就太多了，几乎可以说是允许他丁建华便宜行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百无禁忌。这样的礼遇也确实配得上这样年轻的天才了。他抬眼看了一下周围，随后想了想，便又是一个电话打了出去。喂，老李啊，你这行长可是大忙人，我这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一个红色的房本就被银行经理送到了丁建华的手中。丁建华翻开来看了看，房主一栏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这回丁淑然也来到了丁建华的身边，一来就听说爷爷用自己的钱帮人赎了一套房子，那可是好几百万，可以说一下掏空了老丁的家底。但丁淑然没有多说，也不多问，只是默默地拎着刚买好的菜去准备做饭。银行经理在送完房本之后就第一时间离开了。丁建华坐在工作间里，手指有节奏地在房本封面上敲击着，也不知道等我回来之后，看到自己的房子被赎回来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医院大门口，警卫员刚停稳车子，我就从车上一跃而下，我飞快地奔向了医院。林叔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看见我，林叔有些抱歉地说道：不好意思，是我的疏忽。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即便宽慰林叔，小孩子之间打架，你又不在幼儿园里面，怎么会是你的问题？可是林叔一想到阿尼亚那凄惨的模样，刚刚还想说些什么，但我却已经往病房去了。一看见躺在床上，脸上还带着血痂，头上绑着纱布的阿尼亚，我的心里顿时一抽。我强压下心里的不满，尽可能平静地看着病房里的其他人。病房里除了2个我认识的老师之外，还有2个打扮体面的男女。当看到我的时候，男人原本眼中的一丝忌惮烟消云散，当即便开口道：你就是这个小姑娘的爸爸，你姑娘把我儿子打了，说说看吧。这事怎么办？一旁的2个幼儿园老师都懵了，一脸诧异地看向这对夫妇。一边说着，那个女人便拉开了一旁的帘子，露出了正躺在旁边病床上睡觉的季伯段。保育员和老师当即回复：伯段妈妈，打人的明明是伯段，您怎么能一巴掌拍不响啊？为什么我儿子打他女儿不打别人呢？肯定是他女儿的问题。你看看我儿子的脸，到现在都还红着呢，肯定是他女儿先动的手。伯段妈尖着嗓子说道：我想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我压着火，没有去看这对夫妇，而是看向了何老师。具体的发生经过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听到其他小朋友的呼喊，赶到他们身边的时候，阿尼亚就已经是这样了。何老师和一旁的刘老师一脸歉意，对着我鞠躬道歉：抱歉，阿尼亚爸爸，是我们的疏忽。看着2个诚恳的老师，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一个班40-50个孩子，
平常就配2、3个老师，怎么都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现在又不像我穿越前的世界，摄像头到处都是，查一下监控就能知道事情原委。就在这时，一个富态的老太太走进了病房，还带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就是贺朵朵。园长和老师看到老太太，当即便低下了头。贺朵朵同学，说说你看到了吧？老太太冷声地对贺朵朵说道：“是阿尼亚先动手打的伯段，但是季伯段先。”贺朵朵的话没说完，园长就打断了她。这位家长，你也听到了吧？确实是你女儿先打的人，后续的赔偿等问题，我不希望影响到我们幼儿园，希望你们双方家长能尽早解决。我哪还能听不出来？这老太太摆明了是在拉偏架。我随即便柔声地问向了贺朵朵，说道：“小妹妹，你告诉叔叔伯段他先怎么了？”叔叔。贺朵朵的眼睛里顿时泛起了水雾。是伯段先说阿尼亚没有妈妈，说阿尼亚的妈妈是因为阿尼亚，所以才不要她的。阿尼亚才没忍住打了他，阿尼亚流了好多血。叔叔，阿尼亚她伤得好重，她会不会死呀？不会的，叔叔不会让阿尼亚有事的。我摸了摸贺朵朵的脑袋，笑着说道：“虽然是伯段有错在先，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阿尼亚先动手。”老太太听了贺朵朵的话之后，脸色阴沉，但还是继续拉偏架，眼都不带眼的。我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而是走到了一旁的床头柜前，拿起了阿尼亚病历看了一眼，额头5厘米左右外伤，鼻梁骨骨折，暂未发现影响正常功能，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我将病历放回了原位，抬眼看向了季伯段一家。我女儿先动手打了你儿子，这个我认。那你儿子打我女儿，这是怎么算？怎么算？我儿子打你女儿，那是正当防卫。女人尖着嗓子说道。所以说，你儿子打了我女儿，你们是一点责任都不打算负了。我缓缓解开了自己的上衣扣子，我知道自己跟这些人说不清楚，是阿尼亚先动手，确实是他有错。但刚刚贺朵朵说得很清楚，对方推倒了阿尼亚之后还继续追打，这才让阿尼亚伤得那么重。第一下你还能说是正当防卫，那后面的追打就明显是故意伤害了，实在是太痛的欺负人了。本来就是你女儿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要负责？怎么，你还想动手啊？伯段妈看着我的动作，冷笑了一声，嘲讽道：“就你这样没权没势的屁民，赔我们点钱也就算了，你还敢动手？”伯段爸也是冷笑了一声，走到了我面前，冷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欺负你？我了解过，你就是一个开废品站的，我就是欺负你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别忘了，你女儿还要上幼儿园，你能拿我怎么样？”好，我咬着牙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扔在了病床上。那两人本以为我忍不住会动手，但在看到我直接将衣服扔在一边，又转身走向一旁之后，季伯段的父母皱了皱眉：“两位还有什么事吗？赔偿什么的等之后再说，我现在要先确定我女儿的病情。两位留在这里，难道还等着我请两位吃饭吗？”我冷声问道。胆小鬼！伯段妈啐了一声，带着儿子跟着老公走了。临走前，季伯段的爸爸冷笑：“3天，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你不愿意，呵呵。”我咬了咬牙，但我也知道不能直接起冲突。我孤身一人，倒是不怕，匹夫一怒，血溅5步。但阿尼亚就是我现在的软肋，除非直接干死对方，否则对方一定会暴露。园长那个老太太也是一脸不屑的走了，连招呼都懒得打。那个阿尼亚爸爸，两位老师有些尴尬的来到我面前：“老师，这事不怪你们，谢谢你们送阿尼亚来医院。”我没有冲2个老师发火，只是有些牵强的笑了笑。两位老师最后只能长叹一声：“那希望阿尼亚尽早康复吧，我们会再来看阿尼亚的。”爸爸，2个老师走后路。阿尼亚缓缓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眼中全是泪水，轻声说道：“阿尼亚，都是阿尼亚不好，是因为阿尼亚没妈妈才受欺负的。”听完这句话后，我只觉得一股岔气直冲头顶，但我隐藏得很好，只是柔声对阿尼亚说道：“做错的是妈妈，阿尼亚是最乖的宝贝，阿尼亚没有做错任何事。”我蹲在病床边，突然有股酸涩涌上心头，眼前的女儿懂事的让人心痛。虽然我才穿越过来不久，但记忆是真的，好像真的陪伴了眼前这小丫头这么长时间。我本也不是锦城人，只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才来到锦城谋生。原本双一流毕业的我，以我的文凭也只能进厂当个技工，还没来得及评职称就被开了。我在锦城没有人脉，也没有钱，季伯段一家敢这么有恃无恐，要么有钱，要么家里有关系，自己这种没有任何根脚的人赌不起。虽然只经历了这些苦难的一小部分，但拥有着相关记忆的我却也感同身受。林警官，麻烦你帮忙照顾一下阿尼亚，我去问问医生什么情况。这个时候，林叔正好走进了病房，我只好拜托他照顾了一下阿尼亚。小朋友的鼻梁骨骨折情况不明，因为年纪太小，只能后续保守观察，继续治疗。医生认真地翻看病历。那个医生，阿尼亚她会破相吗？阿尼亚到底是女孩子，如果以后她破相了的话，我有点不敢继续往下想。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医生没有把话说死。好的，感谢。我点了点头。现在这个时间点，就连 CT 都还没推广开，
核磁共振就更没有大规模推广了，只有大城市的一部分医院有。锦城这种虽然是省会，但还够不上一线城市，自然是没有的。没办法，我只能回去帮阿尼亚收拾遗物。跟林叔说了一声之后，警卫员便开车送我回到了废品站。看见我回来，丁建华老爷子一脸微笑地迎了上去。可一走近后，丁建华就发现我的脸色难看，不由得问了一句：“小林，怎么了？孩子出什么事了？”小孩子打架没什么事，老爷子，您能改天再来吗？阿尼亚这几天得住院观察一下，可能这几天我都没时间陪您聊这些了。哦，那你先忙，我让我孙女先煮了饭，你带些过去给阿尼亚吃。丁建华平静地说着，但一转身，丁建华就朝着警卫员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过来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一遍。等到听完警卫员的描述，丁建华当即火冒三丈，但在瞥了一眼还在收拾东西的我之后，他又将这股火气给压了下去。好大的胆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丁建华低声喝道：“你这几天就跟在他们父女俩身边，你知道的。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有什么后果，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击毙。”丁建华之前听到我女儿要住院，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真是孩子之间普通打闹，哪至于住院这么严重？只是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国家栋梁会被人欺压到这种地步。即便不算后面他看到的2张图纸，光是那台新材料制成的机甲，就足以让国家的军工事业实现突破。哪怕之后拿不出东西，光是这台机甲就能让我在功劳簿上吃到死，甚至我的后代都能享受到超规格的待遇。什么档次的东西，连国家栋梁都敢欺压？警卫员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时间点的社会治安还没有我熟悉的时代那么好，因为天网尚未普及，所以不少违法的社会团体依旧存在。那个时代顶级的大多专家都可能被害，就更别提我这样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了。这个警卫员身上是配枪的，我这边给老沈去个电话安排一下，其他人跟你换班。你今天就多辛苦。丁建华郑重地对眼前的人说道，说完就直接去打电话去了。什么？小林的女儿遭人霸凌，她本人还被人威胁。沈振国在接到电话之后，人都惊了。这世道还有这么猖狂的人？是，对方还说自己知道小林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明里暗里都在威胁小林进行敲诈勒索。丁建华神色肃然，他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居然敢威胁功臣。行，情况我了解了，我这边就找人。我沈振国是真的怒了。作为西南战区司令员，好不容易这边出了这么位人物，要真因为几个不开眼的人而把人伤到了，那他这个军区司令员就不用干了。我这边已经上报了，国防部将小林作为特殊人员加在了特别保护名单上，他的专属警卫员应该这2天就从京城派过来。不过他的孩子沈振国在离开之后，也派人调查了一番我的家庭状况。住在荣昌街道这种老街，鱼龙混杂，本身居住条件也不行。丁建华将我的房子给赎回来，这件事他也知道，但我买房的地段也不太行，很难做到有效保护。我记得空军家属院那边好像最近新开了一个楼盘。丁建华突然想到，你给小林整一套，我这边请示过林浩了，让我们一切便宜行事，只要不违法就尽力支持。小林的女儿就转到空军的蓝天幼儿园吧。普通幼儿园隶属于当地教育部门，而蓝天幼儿园则隶属于军区后勤部，完全不归地方管理。而且外人不知道的是，现幼儿园的周围都是有军警放哨的，可以保证绝对安全。因为所有能进蓝天幼儿园的孩子，父母辈都不是普通的人，至少都是空军部队或研究院的高干。丁建华所在的611所原本也属于军队序列，到现在依旧有不少人的子女都在蓝天幼儿园就读。你呀，净给我出些难题，不过问题不大，我去协调。沈振国哈哈笑了2声之后，便挂断电话去协调这些问题。去了暂停这边协调好了如何妥善安置我们父女2人之后，也开始调查我女儿被霸凌的事。他这边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锦城国安，同时协调军警2个部门，开始对整件事以及季伯段一家背后的依仗查个清楚。如果说之前他们招惹了我，沈振国最多处理季家3人，但现在我可是在林浩那里挂了号，如果处理不好，那可是会动摇整个国家人才体系的大事件。这些年归国的才子不少，可如果连最基本的家人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他们如何做到放心大胆地为国家办事？所以这次沈振国不光要处理季家，更要将这个案子办成系统里的典型案例。这边刚入夜，原本平时负责抓间谍的国安人员伙同公安民警开始对季家的人际关系。短短的2个小时之后，所有资料直接汇总到了省公安厅厅长、省公安部部长以及西南军区司令员的手上。当得知我女儿在2年多的幼儿园生活中多次遭受季伯段霸凌，3方大佬有些坐不住了。而当看到季伯段一家的所有关系网之后，省公安厅厅长多少有点尴尬，这是条大鱼啊！季伯段的父亲在市内经营着暑假夜场，而季伯段的母亲开办了一家舞蹈教育机构，但1年前在一次培训中踩断了一个女孩的腰椎，致使对方瘫痪，到现在都没有进行过赔偿。那个断送一生的女孩曾起诉，但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遭受过半夜敲门或者死亡威胁，最后只能偃旗息鼓，自认倒霉。要不是小林是专家，我都不知道咱们锦城还能有这样的人存在，简直是五毒俱全。给我查！公安部部长看见也是头皮发麻，这已经上升到组织公信力乃至社会安定的阶层，可以说要是办不好的话，那之后也别谈什么国民安全了。几位直接脱了制服，区纪家肯定不可能办得这么滴水不漏。我们内部也要积极自查，找出保护伞，将他们一网打尽。沈振国一拍桌子，很快整个的锦城的军警都动了起来。半夜一扇扇房门被敲开，当晚被抓获的大小官员共达30余人，而折腾了一晚之后，季家的一家3口还没有丝毫的察觉。大清早起来，季伯段就吵着要吃汉堡。季伯段父母2人也正准备送儿子上学，正当一家人准备吃早饭的时候，房门却被敲响了。谁呀？大清早的，这边社区在搞活动，送米面油给你们送上来，麻烦开一下门。不年不节的发什么米面油啊？虽然嘴上抱怨，但他还是打开了门。就在门开的一瞬间，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武警冲进了房子，季伯段母亲直接被拿下。而父亲本来就做的是危险生意，在听见门被踹开的瞬间就下意识想跑，但听到身后一声再跑就开枪了，他也只能认命的投降了。他举起手缓缓回头，这才发现自家居然涌进来了至少20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武警，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冲锋枪。他想过自己的结局，却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让这么多军警倾巢出动。之后警方在季家发现了不少证据资料，最重要的是从季家搜出了一把手枪，这夏季家的罪名可就大了去了。季伯段作为未成年人被女警带走，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你知不知道我上面是谁？看见不少犯罪资料被带走，季伯段父亲居然还不慌。你的上面，你是说萧德旺还是李依晨？如果你想说自己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话，那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带头的警察是公安厅直接下来督办的。听了那2个名字之后，季伯段父亲顿时脸色大变。这2人可都是省里的大官，也是他最得意的人脉资源。我要见我的律师。律师，你用不上了，等待你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如果没死的话，下半辈子好好改造，也许还能出来看见你儿子长大。带头的警察轻笑了2声，便叫人把他俩带走了。在我收拾好衣服，打算去医院照顾阿尼亚的时候，丁舒然也跟了上来，手里拎着2只保温桶。丁舒然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跟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也没赶他走。等到了医院之后，看着鼻子上还包着纱布，脑袋上打着绷带的小姑娘，可把丁舒然给心疼坏了。早上他还见过这个粉雕玉砌的小人，怎么晚上就变成这样？阿尼亚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啊？丁舒然像是献宝一样打开了保温桶，端出了自己做的东西。姐姐，是你呀！阿尼亚在看见丁舒然之后，依旧有些虚弱的说道：姐姐，阿尼亚，求你一件事好不好？好啊，你说，只要姐姐能办到，姐姐都答应。丁舒然身上有着一种知性温婉的美，和林殊那种严肃中又平易近人的气质各有千秋。你可不可以当阿尼亚的妈妈？阿尼亚的话让丁舒然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有人率先破防了。林殊一脸诧异地看向了阿尼亚。我看着眼前这2位美女的状态，我就知道自家宝贝闺女又开始卖爹了。我走到了病床边，柔声问阿尼亚：阿尼亚，你为什么想要舒然姐姐当你妈妈？阿尼亚的鼻子重伤，说起话来有些含糊，但却还是笑着说道：阿尼亚没见过妈妈，不知道有妈妈喜欢是什么感觉。但阿尼亚觉得舒然姐姐和林舒姐姐都很好，所以想让他们都当阿尼亚的妈妈。以后阿尼亚就有2个妈妈喜欢了，一定比只有1个妈妈喜欢更幸福。林舒听明白了阿尼亚的逻辑，也明白了这不过是小丫头的一点小贪心。闻言的丁舒然也是面色和缓，脸上带着几分怜爱。那阿尼亚就得听舒然妈妈的话，要好好吃东西，这样才能快快的好起来了。就在这时，病房门突然被敲响，丁舒然赶紧起身去开门，发现是自家爷爷之后，他有些意外。爷爷，你怎么来了？林殊见丁建华出现，当即便对我说道：你去吧，我替你看着阿尼亚。我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对林殊点了点头，随后便朝着门口的丁建华走去。丁舒然也跟了上去。我这才想起，我答应了晚上要帮研究所搬运机甲来着，但丁建华却第一句问的是：阿尼亚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大碍？闻言，我心里一暖，当即说道：鼻梁骨骨折，额头上留了一条8缝的3针。丁建华一阵心里堵得慌，不由得一阵惋惜，却也不想再给我添堵，当即换了一个话题：这事情我叫人去解决了，你不用操心。不过阿尼亚，你有没有想过让阿尼亚换个环境？换个环境吗？我不解。阿尼亚现在读的是公立幼儿园，老师方面的资源可能差了点，生源也是良莠不齐，难保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我这边有点关系，给阿尼亚办个转学吧，去蓝天幼儿园继续把最后1年念完。丁建华直接将一份录取通知递给了我，
这老爷子，您这让我多不好意思。我赶紧想着将录取通知书推回去来。蓝天幼儿园我可是知道的，那是军区后勤部主管的，平常人根本进不去，也读不了。但论及师资力量和后台背景，蓝天幼儿园能接触到的资源，即便是大多数私立幼儿园都比不上。拿着，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不为自己想想，总得为阿尼亚想想吧。你身上的技术，即便我们难所能做到保密，但你敢说内部就真的没有坏人吗？现在你和孩子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丁建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说到这里，我也迟疑了。即便是我穿越来的，日后四海成平的盛世大厦，还到处都有狗汉奸。现在这连天网都还没普及的平行世界，我确实得多做些准备。见我动摇了，丁建华当即趁热打铁道：“我把你的事报了上去，上面直接帮你把你以前的房子赎回来。但是你那套房子距离蓝天幼儿园太远了，我这边正好在空军家属院小区有一套房子，你看咱爷俩换一换。”丁建华知道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胸有大财，去甘心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废品站里。所幸丁建华也就借着奖励的由头，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我纳入国家的保护之中，同时还给我解决生活难题。说着，丁建华拿出了2个房本递给了我，他相信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接过了房本，翻看了一下那套空军家属院的房子，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套房子可比我买的那套100出头的房子面积大多了。老爷子，这差太多了，我不能占您便宜。我说着就要把房本推回去，丁建华却笑着说道：“房子是用来住人的，大大小小没啥区别。我来之前就已经叫人帮你把行李搬过去，顺带清洗完了。”说起帮我搬家，丁建华都觉得有些心酸。他是在现场指挥清理我们父女俩行李的，发现收拾完之后居然加上锅碗瓢盆，也就不过1个行李箱就能装下，可见我们父女俩日子过得有多拮据了。一听丁建华居然已经先斩后奏把我的东西搬过去了，我也不好再推辞，只能将自己原本的房本递给了丁建华。那我就先替阿尼亚谢谢你。丁建华却摇了摇头，将房本推了回去。先放你那里，等过段时间我有空了，咱们再聊过户的事吧。这当然也是丁建华的小心思，这拖来拖去，最后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毕竟那套赎回来的房本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他也没打算要，这也算是丁建华对优秀后辈的照拂了。你可得加把劲，把你那些图纸上的东西尽快落到实处才行啊。丁建华对我抱以厚望，所以才会如此领悟。您都看到了，我有些不好意思，那都是没事瞎画着玩的。最后我们2人说好了，等阿尼亚这边好一些了，2人在探讨我之后开公司的事。今晚我的任务就是帮忙运输机甲，丁建华则第一时间带着我一起去已经被划为军事禁区的南部山区了。看见丁建华，袁博彦第一时间就迎了上去。我这一整天都在尝试复制和解析机甲的操作系统，但是根本就没办法解析啊。袁博彦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将上面的数据展示给自己的老师看。丁建华接过了电脑，皱着眉看着眼前的数据。我只是扫了一眼丁建华手里的电脑，便笑着说道：“原因很简单，你这台电脑的算力不够，系统架构太老，跟不上机甲自身搭载的内部处理器，所以你才连同步数据都做不到。我认识眼前这台电脑是米国 IBM 公司生产的，在早年间属于性能便携双优的典范，而电脑上面搭载的操作系统却不是微软或者其他公司系统，而是一款纯汉字显示的中文操作系统，显然是大夏自研开发的操作系统。这种情况自国产芯片的极限了。”我继续说道：“我这台机甲搭载的处理器每秒可以进行6000万亿次计算，否则也不可能做到信号的即时传输处理。其实我还是把数据报少了，因为这个机甲的核心处理器是我直接从新手礼包里领的，而不是我自主开发的。想要兑换相关技术，还得一步步从头开始兑换量子芯片。”丁建华当即便意识到了这台机甲内部的技术，眼中闪着金光。“小林，你这机甲里搭载的是量子处理器对吧？芯片的精度已经低于5纳米了，是不是？”我点了点头。一旁的袁博彦被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作为中科大的高材生，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量子芯片和量子处理器？目前国产的自研超级计算机神威的算力也就达到每秒3240亿次，我的这台机甲处理器效率比神威高出近2万倍。除了量子处理器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解释。芯片的精度在达到5纳米以下后，就会出现量子隧穿效应，这也是量子计算机的原理。当精度达到一定程度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将会呈几何倍数增加，处理速度和效率将会直线飙升。也难怪这台小笔记本无法解析这台机甲的数据，你这技术现在就算是拿到研究所里，恐怕我们也研究不明白啊。丁建华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领先一步，那叫天才；领先100年，那几乎就是金人望古了。你让一个清朝老兵看你手上的智能设备，他估计也只能大呼一声妖法。行了，暂时别跟他继续较劲了，先把科幻宣传周的活动弄过去，之后再说吧。”丁建华倒也想得开，反正我就在那儿，技术就在我身上，真正等到要造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再说呗。
我说着就打算去驾驶机甲，将机甲安置在早已准备好的板车上。这辆板车都是直接从军区调来的，平时是用来运火箭的。丁建华老爷子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小林，我能跟你一起搭乘吗？”可以，倒是可以，就是副驾驶座椅有点小。我一开始设计这款座舱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会不会有家长想带着小孩子一起坐，所以设了副驾驶座椅，但是儿童版。老爷子坐上去之后，几乎整个人全在座椅上，多少有点让人绷不住。你可以开始了。丁建华示意我可以直接开始装车。当我启动了系统之后，驾驶舱锁死周围360度的全景显示器便开始工作，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随后，这18米的巨型机甲便坐了起来，然后他缓缓起身，在夜幕之下屹立于大地之上，随后躺在了为他准备好的板车上，等待装车固定。即便是这样一系列简单的动作，这台机甲的完成度几乎与真人无异，毫无巨大机器人的滞涩感和笨重感。而目睹了我全部操作的丁建华也是叹为观止。这样的操作系统真要搭载在战斗机上的话，那无疑会让战斗机的作战能力提升一个台阶。尤其是这套系统，甚至连一个小孩子都能操作。第二天，荣昌街道科幻宣传周的现场，无数孩子被眼前这台高达18米的巨型机器人给震撼到，尤其是他身后那双巨大的白色翅膀，给所有参展的人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而作为主办方的荣昌街道办也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满为患。这个时代虽然还没有短视频、打卡之类的说法，但呼朋唤友还是能做到的。不少人当天去过之后，第二天便喊上自己的熟人和家人们再去看一次。尤其是得知只要加钱，甚至能到机甲驾驶舱里去坐一下的时候，更多人沸腾了。这些人并非孩子，而是大群男人。毕竟有哪个男孩子不喜欢大机器人的呢？一连几天的展会下来，荣昌街道不光靠这次活动打响了街道的知名度，更是为附近的商家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赵德柱赵主任也因为做出了巨大成绩，已经预定年底高升了。第二天一早，我倒是没去科幻宣传周凑热闹，我还得照顾自家闺女。早上送走了守了一晚的林叔和郑舒然，我再次表示了感谢。我看了一眼还在睡觉的阿尼亚，又看了一眼手边上的蓝天幼儿园录取通知书，不由得有些唏嘘。我穿越而来已经这么长时间，结果就短短的一天，自己的生活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是自己之前太过较真了。看了一眼还包着纱布的阿尼亚，我点开了系统商城。系统商城内是可以直接购买的科技产品，也和主系统的研发选项一样，按照学科分为数大类。我点开了生物科技的门类，花了50万买了一种内服的去疤修复药物，以及一种加速骨折修复的药物。有了这些药物的辅助，阿尼亚应该能好快一点，也不至于破相。本来我打算过2天再去给阿尼亚办理转学，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刚吃完午饭，林叔就又来了。林警官，你这是来干啥？我这几天休假，正好没啥事，就来医院看看阿尼亚。好歹阿尼亚也叫我一声妈妈嘛。林叔没好意思说，局长给自己放了大假，还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要他贴身保护阿尼亚，所以他也就只能找个借口了。我也只能尴尬的陪笑。老实说，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林叔在荣昌街道，邻里纠纷那么多，偶尔还是能看到几次林叔出警的。只是现在的林叔和我印象中又有点不太一样，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平易近人。只不过两人之间的氛围有点尴尬。现在这两人男未婚，女未嫁，孤男寡女呢，偏偏阿尼亚还很兴奋地喊着林叔妈妈，正冲着他撒娇，这就更让我这个亲爹脚趾头都快能抠个31听了。那个林警官，你先陪着阿尼亚，我们搬家了，我要帮阿尼亚办个转学。我上辈子就是个社畜，一辈子到死都没拉过女孩子的手，现在让我跟林叔这么个漂亮女警花待在一起，让我简直感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索性我只能逃也似的直接开溜。我的异常阿尼亚当然看在眼里，随后他一脸笑意地看向了林叔。林叔妈妈，你觉得我爸爸这个人怎么样？林叔刚想说什么，结果他突然想到我刚才说的话，突然问道：阿尼亚，你爸爸刚才说他要去给你转学是吗？冰爷爷帮阿尼亚找了一个新的幼儿园，离我们的新家近，所以阿尼亚要到新幼儿园去报道。林叔当即便打了个电话给自家局长报告了这件事儿。本来警局搬家就是为了保护这对父女，现在人家搬家了，那警局不就白搬了吗？到了幼儿园之后，我见到了主班老师刘老师，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刘老师表示了惋惜。我本来想着要见到那个让人膈应的老太太，心里就有点不爽。可到了园长室之后，我却发现园长换成了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女性。你好，阿尼亚爸爸，我是幼儿园的新园长。关于阿尼亚小朋友的遭遇，我们幼儿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幼儿园的一点心意。另外，转学的手续我马上会帮你办好，你稍等。园长说话间就推了一张银行卡给我，卡的背面写着一串数字，应该就是密码。阿尼亚的转学手续几乎是一路绿灯，我还没等到半个小时就已经办完了。拿着转学证明走后，原本还是笑意盈盈的新园长脸色严肃了下来。一直跟在新园长身边的刘老师不由得问道：园长，咱们是不是太过小心了？你懂什么？新园长一脸严肃：出了这个事之后，老园长昨天晚上就被抓了。
之前犯过的所有事几乎全被挖了出来，跟老园长有关系的老师全部被处理。不然你以为我和那些新老师为什么会今天突然空降到你们幼儿园来？刘老师不由得一惊，没想到一直以来他没在意过的我，居然还有这样背景。这位的背景简直通天了，你看季伯段一家的下场就知道，父母被抓，家产充公，季伯段还被送到了孤儿院去，这就是短短1个晚上发生的事。阿尼亚的父亲背景了不得。新园长见我走远，才露出严肃的神色。以后多注意点，近期不要再出现类似事件，不然无论你我，恐怕都要被严肃处理。新园长叮嘱了一句之后，便去忙自己的事去了。我攥着刚办好的转学证明，走出幼儿园大门。春日的风卷着街边的柳絮飘过来，我低头看了眼纸上盖着的教育局红章，还有点恍惚。就在3天前，我还是个守着废品站，连女儿幼儿园受了欺负都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单亲爸爸，现在手里攥着的却是连锦城本地高官都挤不透。想送孩子进去的蓝天幼儿园转学手续，口袋里的老诺基亚突然震了震，是林叔发来的消息，说阿尼亚醒了，正闹着要找爸爸，还问他什么时候能跟新妈妈一起回家。我看着屏幕上的字，脚趾头又忍不住开始抠地。这漏风的小棉袄，自打在警车上跟林叔说了那番话，就认准了人家是他新妈妈，一天能喊800遍，拦都拦不住。刚打辆车往医院赶，丁建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老爷子的声音隔着听筒都透着一股子兴奋。小林啊，你可算接电话了，科幻州现场炸了，因为你那台机甲，现在整个锦城都疯了。我愣了愣，才想起这茬。这几天展会开着，我全心思都扑在阿尼亚身上，压根没顾上。怎么了，老爷子？不是说展览照常吗？照常是照常，可架不住这玩意儿太火了。丁建华笑得中气十足。昨天一天，现场人流量破了10万，周边的酒店饭馆全满了。赵德柱那小子现在天天守在机甲旁边，嘴都快咧到耳根了。刚才还跟我打电话，说年底高升的事稳了。我忍不住笑了笑，倒也不意外。这个年代，别说18米高能自主活动的真机甲了，就算是个等比例的塑料模型，都能引来一堆人围观。更别说我这台用了分子重组复合装甲搭载了量子处理器的真家伙。对了，小林，还有个事跟你说。丁建华的语气正经了点儿。你之前说想开科技公司的事，我跟老沈都帮你捋顺了。营业执照我们找人加急办，注册资金就用那2个亿，地址就定在你原来那个废品站旁边的厂房，我们也帮你盘下来了，够你折腾的。我心里一暖。自打穿越过来，我不是在为房贷奔波，就是在为阿尼亚的奶粉钱发愁。空有一脑子未来的技术，却连个施展的地方都没有。丁建华和沈振国这2位大佬，没因为我是个野路子就轻视我，反而处处帮我铺路。这份情我记在心里。老爷子，这太麻烦你们了。麻烦个屁！丁建华直接骂了一句。你小子手里的技术能让咱们国家少走30年弯路，这点事算什么？对了，老沈给你办了个特殊通行证，以后军工研究所、航天基地这些地方你随时能进，实验室设备你随便用，缺什么材料直接跟我说，我们给你调。挂了电话，车正好停在医院门口。我刚走进病房，一个小小的身影就跟炮弹似的冲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腿。爸爸，阿尼亚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了，额头上只留了一道浅浅的红印，鼻梁上的固定器也取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看着我，亮得像星星。我赶紧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额头，慢点跑，别摔着，伤口还疼不疼？不疼了。阿尼亚把脸埋在我怀里，蹭了蹭。林叔妈妈给我买了小蛋糕，可甜了，爸爸你也吃。我这才抬头看见坐在病床边的林叔，他今天没穿警服，穿了件简单的白色卫衣，扎着高马尾，脸上带着点浅浅的笑意。看见我看过来，耳尖微微红了红，站起身。林先生，你回来了。叫我林凡就好。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这几天麻烦你了，总让你往医院跑。林叔笑了笑，局长给我批了假，让我专门照顾阿尼亚。再说阿尼亚这么乖，哼，我也喜欢陪着她。阿尼亚从我的怀里钻出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林叔，把我们俩的手往一起凑。爸爸，林叔妈妈，你们手拉手呀！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爸爸妈妈都是手拉手的。我和林叔的手刚碰到一起，就跟触电似的，同时缩了回来，两个人都尴尬的不行。林叔的脸都红透了，我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丁舒然拎着保温桶走了进来。看见这场景，忍不住笑了。我来的是不是时候？丁舒然是丁建华的孙女，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学的是材料工程。这几天天天往医院跑，一会儿给阿尼亚带吃的，一会儿跟我聊技术上的事儿，性格温婉，说话也轻声细语的。丁姐姐，阿尼亚松开我们，扑过去抱住了丁舒然的腿。你又给我带好吃的了吗？给我们阿尼亚炖了鸽子汤，补身体的。丁舒然揉了揉阿尼亚的头，把保温桶放在桌子上，
看向我。林凡哥，我爷爷让我跟你说，机甲的操作系统，所里的人研究了好几天，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想请你有空过去一趟，给他们讲讲。我点了点头，行。等阿尼亚出院了，我就过去。还有个事，丁舒然的语气顿了顿。我爷爷说，这几天有境外的卫星频繁在南部山区和科幻州现场上空过境，频率高的不正常。国安那边已经盯上了，让你最近注意点安全，出门最好带着警卫员。我倒是忘了这茬。这台机甲的技术领先这个时代至少50年，别说境外势力了，就算是国内也有大把的人盯着。之前处理毛家的时候，动静闹得不小，难免会走漏风声，被境外的间谍盯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知道了，谢谢老爷子提醒。丁舒然笑了笑。我爷爷还说，你要是不想去所里，他就带着人过来找你，反正不能让你到处跑，安全第一。一旁的林叔也立刻接话：林凡，你放心，我已经跟我爸说了，这几天我会一直跟着你和阿尼亚，保证不会出问题。看着林叔认真的眼神，我心里一暖，点了点头。3天后，阿尼亚正式出院。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蓝天幼儿园报道。蓝天幼儿园隶属于军区后勤部，就在空军家属院旁边，门口有军警站岗，安保严得很。里面的孩子要么是军区高层的子女，要么是军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后代，师资力量和环境比之前的公立幼儿园好上不止一个档次。阿尼亚背着新书包，小手紧紧攥着我和林叔的手，有点紧张，小身子都绷着。林叔蹲下来帮他理了理小裙子，柔声说：哈，阿尼亚不怕，这里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很友好。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跟老师说，也可以给爸爸和我打电话，我们马上就过来。阿尼亚点了点头，大眼睛里还是有点怯生生的。我把他抱起来，笑着说：我们阿尼亚最棒了，对不对？等放学了，爸爸和林叔妈妈一起来接你，给你买你最想吃的草莓蛋糕。真的吗？阿尼亚眼睛一下子亮了。当然是真的，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把阿尼亚交给老师的时候，小丫头还1步3回头看着我和林叔，直到老师带着她进了教室，看不见我们了，才收回目光。我和林叔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空荡荡的教室门口，都有点舍不得。没想到阿尼亚这么快就适应了。林叔笑着说，语气里带着点欣慰。是啊，我叹了口气。之前在那个幼儿园，他天天都不想去，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让他受了那么多委屈。林叔转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林凡，你别这么说，你已经是个很好的爸爸了。为了阿尼亚，你什么都愿意做，这就够了。春日的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亮得像绳了光。我看着他，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一时间竟忘了说话。就在这尴尬的沉默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沈振国打来的，语气里带着一股子火气。林凡，你在哪？赶紧来科幻州现场，出事了！我心里一紧，沈司令，怎么了？机甲出问题了吗？机甲没事，是有一群人闹事，要冲进展区拆机甲，还带着工具，说这机甲是封建迷信，是劳民伤财的玩意，非要给拆了。我们的人拦着，他们还动手。沈振国的声音里带着杀气。我怀疑这群人是故意来闹事的，背后有人指使，你赶紧过来一趟。挂了电话，我跟林叔说了一声，林叔立刻脸色一变。我跟你一起去，我是警察，正好过去看看。我们俩立刻开车往科幻州现场赶。刚到荣昌街路口，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围了一大群人，10几个拿着锤子撬棍的壮汉，正跟守在机甲旁边的特种兵对峙，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什么狗屁机甲，就是个骗人的铁壳子，劳民伤财。就是街道办拿老百姓的钱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今天我们非拆了他不可。为首的是个光头壮汉，一脸横肉，挥着手里的钢管就要往机甲上砸。我看着这场景气笑了，劳民伤财，这台机甲的技术能让整个国家的军工水平提升一个台阶。别说10万块的尾款了，就算是100亿都买不来。就在那钢管快要砸到机甲外壳上的瞬间，我掏出手机，快速输入了一串指令。下一秒，原本静止不动的18米机甲，双眼突然亮起了刺眼的青色光芒。原本垂在身侧的机械臂猛地抬了起来，巨大的手掌挡在了钢管前面，哐当一声，钢管砸在机甲的手掌上，直接弯成了废铁。那光头壮汉被震得连连后退，一屁股摔在了地上。现场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台突然动起来的巨型机甲，连呼吸都忘了。那10几个闹事的壮汉更是吓得脸都白了，手里的工具哐哐当当掉了一地，动了。这铁壳子真能动，这不是模型吗？怎么活了？我推开人群走了进去，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光头壮汉。你刚才说要拆了他？光头壮汉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惊恐。你是谁？这玩意儿是你弄的吗？我告诉你，我们是接到举报，这东西是违规建筑，我们是来执法的。执法？我笑了。你有执法权吗？哪个部门的？证件拿出来看看。壮汉瞬间语塞，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林叔带着几个警察走了过来，
直接掏出了手铐。都别动，警察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全部跟我们回派出所。那10几个壮汉一看警察来了，瞬间就怂了，一个个抱着头蹲在了地上，不敢再吱声。沈振国从旁边走了过来，脸色铁青，看着被押走的那群人，冷哼了一声：“查，给我往死里查！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我的地盘上闹事。”当天晚上，审讯结果就出来了。这群人是本地的一个涉黑团伙，收了别人的钱，故意来科幻州闹事，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混乱，趁机靠近机甲，拍几张内部结构的照片。而给他们钱的人是一个境外的间谍组织，早就盯上了这台机甲。这次闹事只是一次试探，更让我心惊的是，审讯结果显示，这群人对机甲的外部结构、装甲薄弱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知道机甲的驾驶舱在胸部装甲后面。知道这些细节的人，除了我丁建华、沈振国，还有参与机甲运输和封存的军方人员之外，就只有一个人。当年我在国企当8级焊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张启明，当年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曾经画过一张复合装甲的初级设计稿，还有一份人形机甲的概念图。当时给张启明看过，想让他帮忙申请厂里的研发经费，结果他不仅没批，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务正业。后来我被厂里开除，除了离婚和房子断供的事，背后也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我把这件事跟丁建华和沈振国说了之后，两位大佬当场就拍了桌子。沈振国的眼神冷得像冰，立刻给我查这个张启明，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敢跟境外间谍勾结，出卖国家技术，我扒了他的皮。丁建华也气得胡子都抖了。我说当年你这么好的苗子，怎么会被厂里开除？原来是这个王八蛋在背后搞鬼。小林，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3天后，我的苍穹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地址就定在我原来的废品站旁边的几间厂房也被盘了下来，改造成了无尘车间和实验室。开业那天，丁建华和沈振国都来了，连市里的领导都来了不少。荣昌街派出所更是直接把新址定在了我公司隔壁。林建军所长带着全所的民警，天天在我公司门口巡逻，比看自己家还上心。小林啊，恭喜恭喜啊！林建军拍着我的肩膀，笑得一脸褶子。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你随时招呼一声，在所里喊一嗓子，我立马就到。我笑着递了根烟过去，麻烦林所长了，以后还要多靠你们照顾。不麻烦，不麻烦。林建军摆了摆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小林啊，我家叔叔，你觉得怎么样？”我烟差点呛出来，咳嗽了半天，脸都红了。林建军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背：“你小子别害羞，我跟你说，我们家叔叔长得好看，性格也好，还是正经警校毕业的。追他的小伙子能从派出所门口排到街尾，我看出来了，他对你有意思。阿尼亚也喜欢他，你可得抓紧点。”我正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林叔正好走了过来，听见了他爸的话，脸瞬间红透了，一把拉过林建军：“爸，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胡说了？林建军一脸无辜：“我说的都是实话。”看着父女俩斗嘴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暖洋洋的。公司成立之后，丁舒然也辞了研究所的工作，过来帮我负责技术对接和实验室的管理。他是材料工程的高材生，对我手里的分子重组复合装甲技术很感兴趣。两个人天天泡在实验室里，研发进度快得惊人。林叔则是天天往公司跑，一会儿给我带午饭，一会儿帮我处理公司的杂事。阿尼亚放学了，他就先去接孩子，带着阿尼亚来公司等我下班。公司里的人都默认了林叔是老板娘，每次看见他来，都一口一个林姐喊着，喊得林叔脸红，却也没反驳。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过着，我的技术也在一步步落地。先是复合装甲技术和军方达成了合作，开始量产，用在新型坦克和战斗机上，重量比原来的装甲轻了70%，防护能力却提升了3倍，把丁建华乐得天天往我公司跑，恨不得住在实验室里。然后是高能量密度新能源电池，能量密度是市面上锂电池的10倍，充电5分钟就能让一辆家用车跑1000公里。技术一公布，直接引爆了整个汽车行业，无数车企找上门来，想跟我合作，门槛都快被踩破了。系统也因为我持续的资金投入，解锁了更多的科技，常温超导技术、量子芯片技术、可控核聚变的初级技术，一个个被我解锁出来，慢慢落地。当然，日子也不全是顺风顺水的。张启明的调查遇到了阻力，他现在已经是中航集团下属一个研究所的处长了，手里有点权力，背后还有人撑腰。国安那边查了好几天，都没找到他和境外间谍勾结的直接证据，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逍遥法外。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张启明当年能把我从厂里开除，还能在行业内封杀我，背后肯定有人，而这个人绝对不是小角色。转眼到了6·1儿童节，蓝天幼儿园要办亲子运动会，要求爸爸妈妈一起参加。阿尼亚提前1个星期就跟我说了这件事，小丫头天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眼睛里满是期待。我本来答应了她，一定会和林叔一起陪她参加，
结果运动会前一天，丁建华给我打电话说歼20的图纸，研究所那边有几个地方看不懂，让我务必过去一趟，跟他们详细讲解一下。第二天一早就要开会，空军的高层都会过来。我纠结了半天，还是答应了。歼20的事关乎国家的国防安全，耽误不得。我跟林叔说了这件事，林叔笑着说：“你放心去忙吧，运动会有我呢，我陪着阿尼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我心里满是愧疚，摸了摸他的头，辛苦你了。我这边一结束，马上就赶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南部山区的军工研究所，跟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讲解歼20的气动布局和飞控系统，一讲就是一上午，连手机都没顾上看。等我讲完，掏出手机一看，10几个未接来电，全是林叔打来的。我心里一紧，赶紧回了过去。电话刚接通，就听见了阿尼亚带着哭腔的声音：“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呀？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的心瞬间像被针扎了一样，疼得厉害。阿尼亚，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现在马上就过去，你等着爸爸。我挂了电话，跟丁建华说了一声，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丁建华在后面喊着让警卫员开车送我，我都没听见，一路飞奔，终于赶到了幼儿园的运动会现场。操场上全是家长和孩子，热闹得很。我一眼就看见了角落里的阿尼亚，小丫头穿着运动服，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珠。林叔正蹲在她身边，轻声安慰着她。别的小朋友都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着亲子游戏，笑得开心，只有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看着别人。我的鼻子一酸，快步走了过去。阿尼亚，阿尼亚听见我的声音，猛地转过头，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下一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朝着我冲了过来。爸爸，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心里愧疚的不行，声音都有点沙哑。对不起，宝贝，是爸爸错了，爸爸来晚了。爸爸说话不算数。阿尼亚趴在我怀里，哭得一抽一抽的。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一起玩，只有我没有。林叔走了过来，看着我，轻声说：“刚才亲子接力赛，阿尼亚看着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跑，他就哭了，说爸爸不要他了。”我穿越过来，最大的心愿就是护着他，让他开开心心的，不受一点委屈。可我还是让他难过了。我擦了擦阿尼亚的眼泪，笑着说：“宝贝，不哭了，爸爸来了，爸爸陪你参加比赛好不好？我们拿第1名，给你赢最大的奖品。”阿尼亚抽了抽鼻子，点了点头，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林叔笑着伸出手，拉住了阿尼亚的另一只小手。哼，还有我呢，我们一家3口一起拿第1名。阿尼亚看着我和林叔，眼睛弯成了月牙。那天的亲子运动会，我和林叔陪着阿尼亚参加了所有的项目。接力赛2人3组拔河，一路过关斩将，拿了全年级的第1名。阿尼亚站在领奖台上，举着奖状和大大的玩偶，笑得合不拢嘴，对着台下的小朋友们大喊：“这是我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赢的，我有爸爸妈妈了。”我和林叔对视了一眼，都笑了。夕阳西下，我一手抱着阿尼亚，一手牵着林叔，走在回家的路上。阿尼亚趴在我的肩膀上，玩着手里的玩偶，突然小声说：“爸爸，林叔妈妈，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结了婚，林叔妈妈就真的是我的妈妈了。”我和林叔都愣了，林叔的脸瞬间红透了，低下头不敢看我。我看着他泛红的耳尖，心里一动，握紧了他的手。他的手软软的，暖暖的，没有挣开。就在日子越来越安稳，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实验室里和丁舒然测试常温超导材料的性能，突然接到了国安那边打来的电话，语气急促：“林凡先生，不好了，我们的人发现张启明不见了，他昨天晚上就出了境，我们怀疑他要对你的女儿下手。”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浑身冰凉。阿尼亚，我立刻掏出手机给林叔打电话，结果电话打过去一直没人接，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手都开始抖了，转身就往外冲。丁舒然在后面喊我，我都没听见。就在我冲到公司门口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立刻接了起来，声音都在抖：“林凡，别来无恙啊！”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正是张启明。张启明，你把阿尼亚怎么样了？林叔呢？我咬着牙一字一句地问道。放心，你女儿和那个女警察都好好的。张启明笑了起来，笑声里满是恶意。林凡，你没想到吧？当年你手里的那点设计稿，我拿出去换了不少钱呢。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搞出这么个机甲，我现在还过得好好的。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你想要什么？我压着心里的火气，冷静地问道。只要你放了阿尼亚和林叔，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很简单，张启明说，你把机甲的全套设计图纸，还有量子芯片、常温超导的技术资料全部给我，1个小时后送到南部山区的废弃矿场来。你一个人来，不许报警，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电话挂了，传来忙音，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都快冻住了。
我知道张启明背后的人肯定也来了，这次去就是龙潭虎穴。但是阿尼亚和林叔在他们手里，我必须去。我转身回到公司，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 U 盘，里面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假技术资料，然后给丁建华和沈振国各发了一条加密短信，告诉他们地址和情况，让他们带人在外面接应，不要轻举妄动。然后我抓起车钥匙，开着车直奔南部山区的废弃矿场。1个小时后，我到了矿场门口，这里荒无人烟，到处都是废弃的矿洞，风刮过洞口，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鬼哭一样。我拿着 U 盘下了车，朝着矿洞里面走。刚走进矿洞，就看见里面站着10几个拿着枪的黑衣人，个个凶神恶煞。张启明站在中间，脸上带着得意的笑，而在他旁边，林叔被绑在椅子上，嘴上贴着胶带，额头上有一道血痕。看见我进来，眼睛一下子红了，拼命地摇着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想让我走。阿尼亚被一个黑衣人抱着，吓得小脸煞白，看见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爸爸，别怕，爸爸来了。我看着他，心都碎了，咬着牙看向张启明。人你也看到了，资料我带来了，放了他们。张启明笑了。林凡，你当我傻吗？放了他们，你还会乖乖把资料给我？先把 U 盘扔过来。我把 U 盘扔了过去，张启明接住，递给了旁边的一个外国人。那外国人把 U 盘插进电脑里，看了一会儿，对着张启明点了点头，说了几句外语。张启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向我，眼神里满是阴狠。谢谢你的资料，不过你和你女儿还有这个女警察，今天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他一挥手，旁边的黑衣人立刻举起了枪，对准了我们。就在这时，矿洞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地面都开始震动，所有人都愣了，朝着洞口看去。下一秒，一道刺眼的青色光芒从洞口照了进来，伴随着沉闷的液压声，一只巨大的钢铁手掌猛地拍在了矿洞的入口处。碎石飞剑，18米高的巨型机甲正站在矿洞门口，双眼亮着青色的光，居高临下的看着矿洞里的所有人。张启明和那群黑衣人瞬间吓得脸都白了，手里的枪都快握不住了。机甲？他怎么把机甲开过来了？这里离军事基地几十公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开过来？我冷笑了一声，掏出手机按下了一个按钮，机甲的胸部装甲缓缓打开，露出了里面的驾驶舱，里面空无一人。这是我早就研发好的远程操控系统，只要有网络，我就能在任何地方操控这台机甲。张启明，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来吗？我冷冷地看着他，你以为你偷了我的技术就能高枕无忧了？你当年对我做的事，今天我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就在这时，矿洞外面突然传来了警笛声，还有特种兵的喊话声。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投降。那群黑衣人瞬间慌了，转身就想往矿洞深处跑，结果机甲的机械臂猛地伸了进来，一巴掌就把矿洞深处的通道拍塌了，堵死了他们的退路。混乱中，一个黑衣人狗急跳墙，举起枪就朝着阿尼亚扣动了扳机。不要！我和林叔同时喊了出来。就在子弹飞出去的瞬间，我猛地扑了过去，挡在了阿尼亚前面。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我抬头一看，林叔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开了绳子，扑到了我的前面，子弹打在了他的胳膊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白色卫衣。林叔，我眼睛瞬间红了，一把抱住了他。林叔疼得脸都白了，却还是对着我笑了笑，虚弱地说：“我没事，你和阿尼亚没事就好。”就在这时，特种兵冲了进来，瞬间制服了所有的黑衣人。张启明也被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我抱着林叔，看着他胳膊上不断流出来的血，手都在抖，声音都带着哭腔：“林叔，你撑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别有事。”阿尼亚趴在林叔身边，哭得撕心裂肺。林叔妈妈，你流血了，你别死。林叔伸出没受伤的手，摸了摸阿尼亚的头，又摸了摸我的脸，笑着说：“傻丫头，妈妈没事，别哭。”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把林叔送进了医院。子弹打穿了他的胳膊，伤到了骨头，需要立刻手术。我站在手术室门口，看着门上的红灯，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阿尼亚被女警抱着，乖乖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小脸上全是眼泪，却不哭出声，怕打扰到我。丁建华和沈振国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林，对不起，是我们疏忽了，没看好张启明，让舒丫头受了伤。”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不怪你们，是我太大意了。张启明已经招了。”沈振国的语气冷得像冰。他背后的人是中航集团的副总刘长风，这些年他一直和境外势力勾结，出卖国家的军工技术。当年你的技术就是他让张启明偷的，你被开除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我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寒意。果然，张启明背后还有更大的鱼。刘长风已经被抓了，整个利益链条全部被我们连根拔起，一共抓了37个人，包括3个厅级高官，还有境外的间谍网络也全部被端了。沈振国说：“
你放心，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点了点头，没说话，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术室的门。4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红灯终于灭了，医生走了出来，笑着说手术很成功，子弹取出来了，骨头也接好了，没有伤到神经，好好休养，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林叔被推了出来，还在麻醉中，脸色苍白，睡得很安稳。我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脸，心里百感交集。这个姑娘为了保护我和阿尼亚，连命都可以不要。阿尼亚趴在床边，小手轻轻摸着林叔受伤的胳膊，小声说：林叔妈妈，你快点好起来，阿尼亚以后再也不调皮了，一定乖乖听话。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林叔，给他擦脸喂饭，陪他说话。公司的事全都交给了丁书然。林叔的伤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俩的关系也越来越近。那天下午，阳光正好透过窗户落在病房里，林叔靠在床头，看着我给他削苹果，突然轻声说：林凡，你那天在矿场是不是傻？子弹过来了，你怎么不躲？我笑了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你都能为了我和阿尼亚挡子弹，我怎么不能为你挡？再说了，我是男人，总不能让女人护着吧。林叔咬了一口苹果，脸红红的，小声说：林凡，其实从我第一次在警车上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个很特别的人。我抬起头看着他，你看着邋里邋遢的，像个流浪汉，可是为了女儿，你什么都愿意做。明明有那么厉害的本事，却低调的不行，一点架子都没有。林叔看着我的眼睛，认真的说：后来我看着你对阿尼亚的好，看着你为了国家把自己的技术拿出来，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看着他泛红的脸颊，心里像灌满了蜜。我放下手里的水果刀，握住他的手，认真的说：林叔，其实我也是，从你在幼儿园门口抱着阿尼亚哄她不哭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的心愿，就想护着阿尼亚，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林叔，你愿意给阿尼亚当妈妈，给我一个家吗？林叔的眼睛瞬间红了，眼泪掉了下来，用力的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哭腔：我愿意。我一把抱住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他受伤的胳膊，心里满是幸福。阿尼亚从门口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束花，是他在医院的花园里摘的小雏菊。看见我们抱在一起，开心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我有妈妈了，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了。我和林叔看着他，都笑了。3个月后，林叔的伤彻底好了。我带着林叔和阿尼亚去了城郊的公墓，给阿尼亚的亲生母亲苏晴扫墓。站在墓碑前，我看着照片上笑靥如花的姑娘，心里五味杂陈。国安的人已经查清楚了，当年苏晴跟我离婚，根本不是因为嫌我穷，是张启明和刘长风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跟我离婚，就对阿尼亚下手，还要毁了我的前途。苏晴没办法，只能跟我离婚，远走他乡。结果在外地出了车祸，当场去世了。我把手里的白菊放在墓碑前，轻声说：苏晴，对不起，当年是我没本事，没保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阿尼亚，给她一个完整的家，让她开开心心的，不受一点委屈。林叔也把手里的花放在墓碑前，认真的说：苏晴姐，你放心，我会把阿尼亚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好好爱她，照顾她，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的。阿尼亚把自己画的画放在墓碑前，画上是他、我、林叔，还有天上的苏晴，4个人手拉手，笑得很开心。小丫头轻声说：妈妈，我现在有爸爸，还有林叔妈妈，他们都很爱我，我过得很开心。你在天上也要开开心心的。风刮过墓园，带着松涛的声音，像是苏晴的回应。从墓园回来之后，我的生活彻底步入了正轨。苍穹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常温超导技术实现了量产，国家的电网损耗直接降低了90%。量子芯片技术突破，让国内的芯片行业直接摆脱了国外的卡脖子，实现了弯道超车。歼20战斗机也在这一年的秋天成功试飞。试飞那天，我和丁建华、沈振国站在机场的塔台上，看着那架银灰色的战机直冲云霄，在空中做出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丁建华看着天上的战机，激动的老泪纵横，握着我的手，一个劲的说成了。终于成了，小林，谢谢你，谢谢你。沈振国也红了眼眶，对着天上的战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看着天上的战机，心里也满是感慨。穿越到这个世界，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单亲爸爸，到现在能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做点实实在在的事，这辈子值了。试飞成功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震惊了。谁也没想到，大夏竟然能造出性能如此先进的5代机，直接吊打全球所有的现役战机。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却在试飞结束的第2天就回了家，给林叔和阿尼亚做饭。阿尼亚放学回来，
扑到我怀里，举着手里的奖状。爸爸，我今天考了双百，老师表扬我了。我笑着把他抱起来，揉了揉他的头。我们阿尼亚真棒，爸爸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林叔从厨房走出来，身上系着围裙，笑着说：“就你惯着他，赶紧洗手吃饭了。”我看着他，笑着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他，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林叔的脸瞬间红了，推了我一下。别闹，阿尼亚还在呢。阿尼亚捂着眼睛，咯咯的笑。我没看见，爸爸妈妈，你们继续。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着饭，聊着天，暖黄的灯光落在我们身上，满是烟火气的幸福。年底，我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这个奖项成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颁奖典礼上，领导人亲自给我颁奖，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林凡同志，谢谢你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握着奖杯，敬了一个礼，认真的说：“这是我应该做的。”颁奖典礼结束后，我没有参加后续的宴会，直接回了家。林叔和阿尼亚正坐在客厅里等着我回来，电视上正放着颁奖典礼的直播。看见我回来，阿尼亚立刻冲了过来，抱着我的腿，看着我手里的奖杯，眼睛亮晶晶的。爸爸，你太厉害了，电视上都在放你呢。林叔走了过来，接过我手里的奖杯，笑着说：“欢迎我们的大科学家回家。”我笑着抱住他们母女俩，心里满是安稳。奖杯和荣誉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边有我想守护的人，有我想守护的国家。第2年的春天，我和林叔举行了婚礼，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空军家属院旁边的酒店里，来的都是亲近的人，丁建华、沈振国、林建军一家，还有公司的员工、幼儿园的老师和阿尼亚的小朋友们。婚礼上，阿尼亚穿着白色的小裙子，当了小花童，手里拿着花篮，一路撒着花瓣，笑得比谁都开心。交换戒指的时候，我看着穿着婚纱的林叔，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看着我满是爱意。林叔，谢谢你愿意给我一个家。林凡，谢谢你让我有了想守护的人。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阿尼亚在台下跳着喊：“爸爸妈妈，新婚快乐！”婚礼的尾声，阿尼亚偷偷拉着林叔的手，趴在他耳边，小声说：“妈妈，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小弟弟呀？我要教他造机甲，跟爸爸一样厉害。”林叔的脸瞬间红透了，捏了捏阿尼亚的小脸，哭笑不得。我听见了，忍不住笑了起来，把他们母女俩一起拥进了怀里。窗外阳光正好，春风和煦，远处的天空上，几架歼20编队呼啸而过，留下一道道白色的航迹，划破长空。我低头看着怀里的爱人，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女儿，心里满是圆满。苍穹万里，机甲为锋，而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护着我想护的人，岁岁年年，平安喜乐。